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让许多投资人又爱又怕的投资工具——反向 ETF 00632R， 又称之为0050反一。在聊这个 ETF 之前，我们先来看看为什么会有反向 ETF 的存在。上个星期台股跟美股大跌，台股在短短5个交易里面就跌掉2000多点，许多人开始寻找避险的方法，甚至想要透过股市下跌来赚一笔。所以反向 ETF 就成了一个备受关注的选择。但是反向 ETF 真的能够为我们带来稳定的收益吗？一般人买股票是希望价格能够上涨，也就是俗称的做多。但是有一群人却希望透过股市下跌来获利，也就是俗称的放空。我们现在了解一下放空的基本逻辑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假设你知道某只股票目前的股价是1000元，你觉得它的股价不值1000元，以后会跌到每股500元。这时候，你可以在股市向别人借一张股票来卖。在台湾，一张股票是1000股，你借到了一张股票卖掉之后，你就可以得到1000乘以1000，也就是100万元的收入。然后过了一段时间，这只股票真的跌到了每股500元，这时候你就可以把它买回来，而你只需要花1000乘以500，也就是50万元来买这只股票。买了这只股票之后，你再把它还给当初借给你的人。所以你在1000元的高点把它先卖出了，在低点之后又用500元把它买回来，每股赚了500元，一张股票就是赚了50万元。这就是所谓的放空或者是借券，先跟人家借，卖掉之后等待它下跌，再把它买回来，最后把股票还给当初借的人。当然，你还可以透过卖出期货或是选择权来放空，借由股市下跌来获利，这边就不多做介绍。那么什么是反向型的 ETF 呢？反向型 ETF 简单的说，就是当市场下跌的时候，它的价格就会上涨的一种 ETF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如果大盘当日下跌了2%，那么反向 ETF 可能就会上涨2%。反向 ETF 的运作原理其实不难，它主要是透过追踪期货指数来达到反向的效果，也就是说，它会卖出台指期货。当台股的指数下跌的时候，期货价格就会上涨，让 ETF 的价值跟着上涨。只是它跟0050正二这类的杠杆型 ETF 非常类似，它强调的是每日反向，也就是说，它只保证当天的价格跟标的指数是相反的，只要超过1天，就不保证它指数会完全相反了。我们同样可以举个例子，如果市场今天下跌了，明天又上涨回原点，那么反向 ETF 的价格并不见得会涨到原点，可能会有一些磨损。这就是所谓的波动损失或者是杠杆损失。我们可以来看看0050反一这支 ETF 的一些细节。你可以看到0050反一这支 ETF 从2014年上市到现在已经将近10年了，成立时候的价格是20元，可是目前的价格已经下跌到3.5元左右。这边的经理费是1%，保管费是0.04%，总年度的费用率是1.15%。因为还包含了交易所需要的手续费、税金，还有期货转仓等等的费用，这算是中等偏贵的 ETF。从持股明细当中，你还可以看到，其中99.96%都是持有期货，而期货里面有87%是台指期货，13%是台湾50期货。这是因为台指期货它的流动性跟交易量都比台湾50期货要来得好。这种反向型 ETF跟刚刚提到的直接借股票卖掉之后的融券其实有很大的不同，有些是它的缺点。第一个，0050反一虽然号称是台湾50的反向 ETF， 但是它并不是去放空台湾50里面的50只成分股，因为那太复杂了，而且成本也太高了。那么它可以直接放空0050啊，可是直接放空0050也不容易，因为它不容易借到券去市场上卖，成本也会太高。所以它是利用卖出台股期货来达到单日反向的目的，只是使用期货的话，而不是利用现货去放空，一定会有一些价差，这就是追踪误差。第二个是它的固定成本太高，我们刚刚提到，它除了经理费、保管费、手续费、证交税，还有转仓费用等等，加总起来，它的固定费用实在是太高了，所以即使大盘不涨不跌持平，仍然会对 ETF 持续的扣血。因此，时间对反向型 ETF 来说不再是朋友，而是反向型 ETF 的敌人。如果我们简单把大盘分成5种状态，分别是缓涨、急涨、盘整、缓跌再急跌的话，反向 ETF 几乎只有在大盘急跌的时候才能够获利。我们可以来看看0050反一从成立之初到现在的价格走势。
基本上我们可以观察出几个现象。第一个，从2014年成立以来，除了2015跟2016曾经短暂的超过20元之外，基本上都是一路走跌，能够上涨的状况都是股市遇到突发状况。例如2020年的时候，疫情造成的股市几乎无量下跌，这时候0050反一就会有一波上涨。第二个，反向型 ETF 的最大问题就是缓跌急涨，急涨的时间很少，大部分时候都是缓跌。第三个，从成立时的20元，经过10年之后，目前只剩下了3.48元，整体下跌了将近83%。除了上述的缺点之外，0050反一跟一般的杠杆型 ETF 类似，它没有股息可以领，再加上股市长期来看都是一路向上的，所以长期持有0050反一这类型的 ETF 其实是非常不利于投资人的。你还可以看看它的资产规模，从去年8月到现在是一路走低，当然这跟台股从去年8月到现在一路上涨是有很大的关系。可是受益人数，也就是投资在0050反一的人数却是不减反增，大家真的都很爱0050反一这档 ETF 啊，所以它一定有一些优点，才会让这么多投资人抢着去买进。我们来看看它的优点。第一个优点是交易方便，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放空的，也不是所有的市场都可以让你放空的，有很多时候甚至台股在一些情况之下禁止你去放空，所以在市场状况不佳的情况之下，当你想用融券去放空这个市场的时候，你可能做不到，这时候购买0050反一这类型的 ETF 就相当的方便。第二个是操作简便，刚刚提到的融券放空需要经历借股票、卖股票，等股价下跌把它买回来，再把它还给当初借券的人。可是050反一只需要买进，等市场真的下跌再把它卖出即可，简单方便。第三个， ETF 损失的最大值是确定的，如果看错趋势，顶多就是把 ETF 的成本给它赔光。可是如果你用融券的方式去卖股票的话，损失几乎是没有上限的，因为股价的上涨是没有上限的。所以0050反一适合哪些人呢？它适合那些不想要直接融券做空的投资者，也适合短期投机、频繁交易的当冲客。因此，如果你想要短期持有，而且能够精准预判股市会向下的话，0050反一可能是一个不错的标的。不过，我基本上不建议一般投资人，特别是新手来购买这类的反向型 ETF， 主要也有3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看空的获利难度其实是非常大的，在股市里面上涨的天数远多于下跌的天数，而这类的反向型 ETF 讲的是单日的反向型，也就是说以几率来看，做多赚钱的几率远比做空几率要来的大很多了。除非你真的够优秀，能够准确的判断股市什么时候能够下跌。可是即使是专家，也未必能够准确的判断未来股市的走向，更不用说是一般的投资者了。我们来看看这2年的台股就很清楚了。很多人都说股市破了12000之后就要开始崩盘了，结果台股一路过5关斩6将，那些看空的股市高手最后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。所以我真的觉得一般的投资人不应该去放空，赔钱的几率肯定比获利的几率要来的大很多。我反对的第2个原因是反向型 ETF 的高费用率。反向型 ETF 都是用卖出期货的方式来达成单日的反向报酬，所以一定会有期货转仓的成本。总之，整体的费用率会高于一般的 ETF。我们可以来比较一下0050跟0050反一这2档 ETF。0050的费用率大约是 0.43% 左右，但是台湾50反一的费用率却是 1.15%， 明显高上一大截。长期下来，投资反向 ETF， 你必须要承担比较高的基金交易成本。最后一个原因是刚刚提到的杠杆损失，我们可以进一步用一些例子来看看。假设台湾50的股价指数目前是2万点，今天股价上涨了2000点，涨幅是 10%。可是到了明天，这2000点又跌下来，股价指数回到了2万点，这时候股价下跌了 9.1%。2天下来，一天涨2000，一天跌2000点，不涨不跌，最后回到原点。但是0050反一就不一样了，假设它一开始的价格是100元。当指数上涨 10% 的时候，反向 ETF 的价格会跌掉 10%， 跌到剩下90元。第2天，由于股价指数下跌的幅度是 9.1%， 反向型 ETF 也会上涨 9.1%。90元的 9.1% 是 8.2 元，所以0050反一的价格就会变成90加上 8.2， 变成 98.2 元。你发现了吗？明明追踪的指数又回到了原点，可是反向型 ETF 却从100元下跌到了 98.2 元。并没有回到原点，每单位反而损失了 1.8 元，
这就是所谓的杠杆损失。这里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反向 ETF 只负责单日的反向，它只是针对你的追踪指数上涨跟下跌的那一天表现出反向的追踪，而这个杠杆就会在一涨一跌之间造成损失，这就会导致你的反向 ETF 的报酬不会跟指数的涨跌完全一致，甚至即使你真的看对了走势，股市下跌到你预计的区间，反向型 ETF 的报酬也不会跟你预期的相同。同样再举个例子，假设股市目前是2万点，连续5天的走势是跌1000点，涨1000点，跌1000点，涨1000点，最后再跌1000点，5天下来最后下跌了1000点，跌幅是5%。那么你觉得你的反向型 ETF 它最后的报酬会如何呢？同样假设它一开始是100元，第一天会上涨5%，价格来到105元。第二天因为指数从19000点涨回2万点，上涨了5.26%，所以反向型 ETF 会用105元的价格来下跌5.26%，价格会来到99.47元。第三天因为价格下跌5%，所以反向 ETF 又上涨5%，99.47乘以1.05等于104.4元，反向型 ETF 最后来到104.4元。第4天又涨，第5天又跌，我们可以计算一下，最后反向型 ETF 并没有如我们预期的那样上涨5%，而是最后只上涨了3.9%。这中间的差距就是上涨跟下跌之间的杠杆损失所造成的。所以，即使指数往你预期的方向走，最后你的获利跟指数的跌幅是不相称的。因此，我并不建议使用反向 ETF 来作为投资工具。我们简单做个结论：0050反一虽然是一个看似很简单的投资工具，但是它并不适合每一个人。除非你对市场走势非常有把握，而且能够承受比较高的风险，那么你可以考虑短暂持有反向型 ETF。可是对于一般人来说，长期投资到指数型基金里，还有定期定额投资等等方式，才是更稳健的选择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的话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分享给更多的人。我们下支影片见。